朋友你好，我是雪莉，欢迎收看文史大观园。在这个世界上啊，要忙的事情真是多得数不过来，睁眼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哪里都要钱，要工作，要生存，要顾家。但凡有点清闲的时间，还要刷视频，刷到睁不开眼。很多人忙得像条狗，累得像头驴，可是辛苦努力了一辈子，却好像一事无成，心灵也一片枯槁，好像一切都只是在瞎忙。我们今天就讲一讲怎样避免瞎忙，为什么其实人生只需要做一件事。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。有一个寺院里有一位老禅师，他发现呀，自己有一个徒弟，每天好像都有干不完的活儿，洗菜刷碗，担水砍柴，连坐禅读经的时间都要想着，哎，我怎么那么忙啊？其实啊，这个小徒弟的内心十分的崩溃。一天，他终于忍不住了，顶个黑眼圈去找师父开示。他对老禅师说，师父，我快累成狗了，可是还是一事无成，修炼上也没什么进步，到底为啥呀？老禅师沉思了片刻，说，你把平时化缘的钵拿过来。小徒弟乖乖地拿来了钵子。老禅师说，好，你再去拿几个核桃来装满它。小徒弟不知道师父的用意，乖乖地捧来了一堆核桃，一放进钵碗里，整个碗就被装满了。老禅师问小徒弟，你还能往里面放更多吗？不行了，再放进去也要滚出来。哦，那你再捧些大米过来。小徒弟又捧来了一些大米，顺着核桃间的缝隙倒进碗里，竟然又放进了很多，一直塞到快溢出来了，小徒弟才停了下来。突然间好像有所领悟，哦，原来刚才的碗还没满呢。老禅师问，现在满了吗？现在满了。那你再去拿点水来。咦，原来里面还可以放水。小徒弟又拿来了一瓢水往碗里倒，小半碗水倒进去之后，这一次连缝隙都被填满了。老禅师问小徒弟，现在满了吗？看着满登登的一碗水泡核桃和米，小徒弟这次不敢说话了，心里琢磨着，师父会不会还能往里面放什么东西呢？老禅师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哈哈，你再给我拿一勺盐来。老禅师又把盐化在了水里，水一点都没溢出去。小徒弟仿佛恍然大悟，说，我懂了，这说明时间只要挤一挤，总是有的。老禅师哈哈大笑，你很聪明，不过我想说的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老禅师又把碗里的那些东西倒回了一个盆里，腾出了一只空碗。禅师缓缓地操作，边倒边说，刚才我们先放的是核桃，现在倒过来试试，看看会怎么样。老禅师先放了一勺盐，再倒水，水满了之后，再往碗里放大米的时候，水已经开始往外溢了。而当碗里装满了大米的时候，老禅师问小徒弟，你看，现在碗里还能放得下核桃吗？老禅师说，如果把你的生命比作这只碗，当碗里全都是这些大米般细小的事情的时候，你的那些大核桃又怎么放得进去呢？小徒弟这回彻底明白了。如果人生是一只碗，怎样才能往碗里放核桃呢？又该怎样区别核桃和大米呢？每个人都应该清楚自己的核桃是什么，把它优先放进生活的碗里，否则一辈子都会被那些细小的大米、芝麻和水填满了，核桃就再也塞不进去了。有人说了，我还真不清楚自己的核桃是什么呢。我昨天喜欢的，
今天厌倦了。原来为之奋斗的事业，现在已经成了昨日黄花。我做什么事情可以达到只要做了就有收获，而不是瞎忙呢？让我们来跟圣人学习吧。被誉为500年来第一完人的明朝心学大师王阳明曾经提出主一的概念。了解以后，你就会明白，其实人的一生最需要做的只有这一件事。这件事做好了，无论做什么其他的事都会有所收获，都不会是瞎忙。那么什么是主一呢？王阳明的弟子陆程也很困惑，这个万能的好东西到底是什么呢？有一天他问老师，读书就一心一意的读书，接待客人就一心一意的接待客人，一次只做一件事，心无旁骛，这样是不是就主一了？但阳明先生回答道，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，贪财则一心在贪财上，可以称为主一吗？那仍旧是逐物，不是主一。原来如此。当然，相比于工作时想着先打会儿游戏，和朋友聚会时不停地低头刷手机，吃饭的时候煲电视剧，睡觉的时候想着明天的工作，什么都没有做得太好，还忙得不行的瞎忙。如果做一件事能够做到专心致志，已经是很了不起了。但这不是主一，是做事专注。那真正的主一是什么呢？阳明先生在《传习录》里反复强调，只要你找到了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，无论做什么，做多少事，都是在做同一件事。把人生比作一棵树，主一就是要为我们的生命找到根，然后一生都专注在这个根上，就不会在各种事物中疲于奔命，就不会在各种潮流中迷失自我。您的一生就会像树一样枝繁叶茂，您的一生就会脉络清晰而色彩斑斓。如果找不到这个根，无论你在枝枝叶叶上下多大的功夫，投入多大的精力，树都会很快的枯萎。就像我们在具体事情上再多的专注专一，也不过是精心打扮随时都会飘落的叶子，汲汲营营，到头来仍旧不过是打杂瞎忙的一生。那么人生命之树的根本又是什么呢？阳明先生直接的回答是，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。那么天理又是什么呢？在阳明心学中指的是良知，应该就是善恶判断中的那个善。致良知在佛家中指的应该就是修善，在道家中指的应该就是返本归真，返回到最淳朴善良的本性上去。说白了，人生最重要的是修行，提升心灵。如果人只专注物质，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满足物欲，开口就是道德多少钱一斤啊，那么当岁月悄然流逝，你会发现一切都在不经意间从指尖溜走了，到头来无论做什么不过只是瞎忙，赤条条来也只能赤条条走。在生命的旅途中，你收藏了什么珍贵的东西可以随身带走吗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无论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，道家的返本归真，还是佛家的彼岸，虽然说法和侧重不同，但根本上都是要人突破世俗的重围，不断修心向善，让人生的挫折和困苦都变成砥砺前行的助力，升华自我的阶梯。而最终的回报是生活中波澜不惊的智慧，坐看花开花落的豁达，是超越尘世之上生命的永恒。有了相应的境界，才能体会相应境界的事情，否则高谈阔论，有或没有，存在或不存在，不过都是些不值钱的猜测。就像苏轼是千年一遇的才子，可是这样的人也会命运多舛。
一生历典八州，行程万里，3次流放，人生不可谓不忙。历经磨难，他却越活越明白，在他的生命中越来越清晰和重要的事就是修行。他的诗词和事迹流传不衰，是因为那里面有他对人生深刻的感悟，对挫折正向的思考。一生坎坷却不离根本，他的精神因此才更加澄清坚韧，他的灵魂才更加深邃豁达。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，多少智者就是在这样的磨砺中活出自己非凡的人生。他们的经历如同点点星光，组成5000年传统文化的璀璨星河。我们或许不必追求那些为民请命、舍生取义的伟大壮举，也不必非得踏入寺庙道观，但其实我们为自己也不能少了修心向善的根本，每日3省5身的自我面对，如此才没有浪费人生有限的时光。无论生活的际遇如何，都向圣人看齐。你可能富可敌国，也可能采菊东篱，但无不是活出了一个没有辜负自己的更好的生命。圣贤们说，这样的生命不会消失，而是会回到宇宙中更美好的境界。您相信吗？好，感谢观众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。这里要特别感谢德永纯子女士向我们的捐款箱捐赠的第一笔款。观众朋友们的赞助以及订阅、点赞和分享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我是雪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